大家好，我是金健。这个视频我讲一下肉鸡的屠宰加工和 SAP 方案。好，这是一些声明。这个系列的视频标题是行业研究，因为我之前做销售打单的时候总是要研究一下客户的行业特点，然后看看有什么特别的需求和解决方案。那这样呢，才能够跟客户交流写这个投标书。不管最后合同有没有签下来项目有没有做，那多少对客户的行业呢还是多了一些了解。但是呢，对细节方面呢，肯定不像真正做过项目的那么深入。所以呢，我觉得标题不太适合写案例分享。那这种就归类在这个行业研究比较合适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肉鸡的加工流程。通常呢，大的这个农业企业都是从养殖场到加工厂做全产业链的。那这样呢，才方便这个控制质量，优化这个生产计划。现在这个肉鸡很多都是白羽鸡，就是长得很快的品种。鸡从出生到出栏呢，大概40多天，然后呢就被运到这个屠宰加工厂，被挂在这个流水线上。首先呢是宰杀脱毛，这里呢会产生一些副产品，比如鸡血羽毛。然后呢，流水线呢会先把这个鸡头、鸡爪呢切掉，鸡头、鸡爪呢也是副产品。然后呢，再开膛掏内脏，产生的副产品包括像心肝、鸡胗啊。然后呢就是预冷，那预冷就是把鸡的胴体温度降低，然后保鲜，并且抑制这个微生物的生长。然后呢就进入到分割的工序。比如可以分割成这个前段鸡腿，然后鸡翅。那前段里边呢又可以分割出这个鸡胸肉最后呢就是包装。比如我们市场上看到的这个冷鲜的这个鸡胸肉。好，再说整个肉鸡屠宰流程的特点呢，那很显然呢，就是说整个过程呢是从一整只鸡分拆成各个组成部分。那这个呢跟普通的生产制造组装正好反过来。所以在 ERP 里边呢，最普通的解决方案呢就是用副产品。那从这个鸡血鸡头到内脏和鸡翅都可以设定为 byproduct。那通过生产订单去产出。那这里还有一个特点呢，就是屠宰分割都是机器流水线作业，那是根据最后收获的结果来消耗物料，所以呢要用 backflush 反冲发料而且呢因为生产的工序有好几层，普通的 backflush 呢还不行，得做开发，用增强实现多层次的生产订单的反冲发料。第二个业务特点呢是管理批号的溯源。现在大的农业企业的发展目标都是从农场到餐桌，就对于全产业链的掌控。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食品的溯源，保证质量安全。那从农场里养的鸡到最后包装的冷鲜肉，要用批号来管理。从孵化到出栏的这个鸡只的追溯，要记录片区、养殖场、禽舍、养殖批次等信息。那这里呢要注意就养殖场和屠宰场之间，那如果养殖场和屠宰场呢不是同一个系统就要做开发，用接口或者其他的方式把批号信息导入这个屠宰场的 SAP。另外呢，就生产过程当中先进先出的这个消耗原则，还有呢就生产线和加工的日期时间的信息要记录。还有呢产成品的食品接触的包装材料、添加剂的批次也要跟踪。发货的时候客户也会对保质期有要求，比如客户需要最短还有5天到期的生鲜产品。第三个业务特点呢是多重的计量单位，比如你去超市买肉，是买1块肉呢，还是买1斤肉呢？屠宰场采购了一批鸡，那是按多少只付钱呢，还是按多少斤付钱呢？所以呢，这里就需要
按件下订单，按重量呢计价，一个物料啊维护不同的单位。那这里呢不能用 alternative unit， 因为单位的转换呢不是固定的，每只鸡的重量呢不一样，所以呢要用 SAP 的 CWM， 就是 Catch Weight Management 功能。CWM 呢可以按批次管理不同单位的数量，就在收货的时候啊输入2个计量单位的数量。在肉鸡的这个屠宰加工过程里啊，就原材料也就是肉鸡的这个采购，还有产成品的销售啊，都需要用到多重计量单位。那这个 CWM 的功能呢，在其他行业呢也会用到，比如呢钢材，可能呢按1根根和公斤呢计量。另外呢，还有一些可能的接口和开发项，比如呢产成品的包装标签打印，需要打印这个加工日期和时间，还有呢和地磅系统的接口。那通常啊农业企业都会用到地磅来称重，然后呢要通过接口把收发货的数据啊记录到 SAP 里边。我还了解到啊某公司啊跟 SAP 公司啊有合作呢，推出一个 SAP 肉食行业的解决方案。那我看了一下介绍啊，应该是基于 SAP 系统做的增强。那我感觉呢有2点功能呢是比较特别的，一个呢是 Cut List， 它是一个反向的 BOM， 就输入顶层的物料，输出呢底层的部件。这个功能呢更贴合这个屠宰加工的分割的流程，比之前的副产品的解决方案呢可能更合适。不过呢，不清楚基于这个 Cut List 的这个成本核算呢 MRP 运行啊是什么逻辑。另一个呢是基于 Pull 的这个 Balance 的生产计划，这个肉鸡的生产计划受消费的需求的拉动和这个肉鸡养殖的推动。比如呢，这个鸡腿比较好卖，但是呢，一只鸡只有2条腿，你杀了一只鸡啊，多出来的这个鸡翅啊、鸡胸，如果没有人买了，就浪费了。所以怎么平衡这个 make to stock 和 make to order 是一个问题。就好像大家应该有听过啊，牛奶卖不掉啊，就要倒掉。养殖行业呢，不像机械生产呢可以停工，那只要活着的动物啊，就一直在生长产奶。所以呢，如果能够更好的平衡来制定这个生产计划，对于肉食养殖和加工的行业啊是很大的帮助。但是呢，也需要了解一下它的具体的逻辑啊，再判断呢是否可用。那我只是了解了一下这个增强，那如果有企业对这个增强有兴趣啊，应该呢直接联系咨询 SAP 公司啊，来获得更多详细的介绍。好，总结一下，那肉鸡的屠宰加工啊，存在很多特殊的业务需求。随着这个肉食加工企业的发展，自动化程度的不断的提高，需要需要系统啊提供专门的这个解决方案。那 SAP 系统啊已经应用在很多的这个肉食加工企业了，然后咨询公司呢也有一些实施的经验和案例。那我相信呢是肯定可以满足肉食加工企业的这个需求的。而且呢，可以支撑企业的发展。好，今天的内容就是这些，谢谢大家。